玉宁，太子明日大婚，快带我们瞧瞧未来的太子妃呀！玉宁姐姐，他怎么不出来迎接你？他脸烫伤下不了床，身为未来太子妃正好习惯，等嫁进东宫，他可就永远躺着起不来了。那太子性情残暴，前4任太子妃没一个能活过3日。玉莲，推门。天啊，真的好丑啊，这么吓人！出去！楚洛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庶女，胆敢这么跟本小姐的客人说话？凭我是魏斯来的亚妃，我能成为太子妃，多亏了姐姐。蠢货，你以为你是去享福的？超不过3天你就得死！是啊，太子妃是去送死的，所以你不敢嫁，让我冒名顶替。可我若今日死了，你就得自己毁容，嫁过去。就算杀不了你，也可以打发你。打吧，明日就是洞房花烛夜，太子若是发现我身上有伤，是个冒牌货。玉宁别气，他横竖是个死人，我们走吧。我给你们点忠告，万一我今晚死了，某人又不想嫁，你们年纪身高都差不多，毁了容可就看不出来了。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这对蛇蝎心肠的母女为了躲赐婚，假戏真做，真烧伤我。这笔账，咱们慢慢算。起来，三小姐，该梳洗打扮，上花轿了。几个下人也敢对我动手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？三小姐，这是夫人特地让厨房给您熬的汤，喝了好高高兴兴的上花轿。喝了，可就不能高兴了吧？三小姐，这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等到了东宫，小姐可得乖乖听话，去把太子书房的一本黑色封闭密函偷出来。7日后，老奴去取。我能活到7日后？只要乖乖听夫人的话，三小姐自然是想活多久活多久。小姐若是懂事，韩姨娘也能过得很好。威胁我啊？只许你威胁将军府，不许旁人拿捏你。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什么东西也敢威胁我？你家小主子昨个连我的头发丝儿都没敢碰，你又算老几？别以为给我喂了毒药，我就能乖乖听话。搞清楚点儿，现在是你们求我办事儿，既然是求我，可得拿出点诚意了。嚣张吧！呸！等毒发之时，我看你怎么受罪。心跳变快，四肢酥麻，心口灼痛，这症状是古代皇室控制死士的颜六之毒。在我这个现代天才毒师面前玩毒，这方子我脑子里至少有4个解毒方案。这是第5位太子妃了吧？不知道这位太子妃能活几天呢？小声点，不要脑袋了。虽说刚出狼窝又入虎穴，但这床倒是柔软舒坦，能活便好好活。楚小姐，请您坐好，注意仪表。你为何唤我楚小姐？我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吧？哼，殿下承认的妻子才是我们的太子妃。楚小姐以后可莫要肖想自己不该肖想。我可不敢肖想，那个暴虐太子一言不合把脑袋砍了，多不划算。终于走了，饿死老娘了。殿下，那位楚小姐很会隐忍，恐怕心机颇深。爱妃在做什么呢？嗯，爱妃怎么不说话？我饿了。刚拜堂就杀妻，我是不是要创太子妃死得最快的记录了？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吃你桃子的，我就是太饿了。哼，不好意思，又皮歪了。倘若殿下也厌恶臣女的脸，不如休了臣女吧。可是，爱妃这双眼睛，孤甚是喜欢。
这变态不会要挖我眼睛吧？秦相，叫太医。不要声张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不要让人知道，东宫叫了太医，姑为何要听你的呢？殿下，太子妃这是中了奇毒，微臣只能先开些解毒丸稳住心脉。退下吧。还好我提前提取了微毒的杂草粉末，太医根本查不出。只要伪造成楚卫氏杀人灭口，我就能顺理成章抱紧太子的大腿。跟姑玩心眼儿，你配吗？别在姑面前耍聪明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派人来问东宫叫太医，可是殿下身子不适。楚小姐脸上的烧伤吹了风，疼痛难忍，换太医开些止痛药。这变态竟然帮我遮掩了！你怕姑？不怕，不怕就好。今日你回门，姑陪你。他亲自陪我回门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哟，太子妃娘娘回来啦！娘娘好大的谱子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是不是还得需要夫人跟老夫人3拜9叩才肯进门啊？楚卫氏连下人都管教不好，竟敢当着太子的面嘲讽我。老夫人等您多久发了怒，您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哼，姑竟不知，你们家老夫人给姑的太子妃3拜9叩，成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？太子殿下，老奴糊涂了，老奴看着太子妃长大，忘了主仆村卑，请太子殿下降罪。不顾主仆村卑以下犯上，将军府主母就是这么管教奴才的吗？殿下，这跟夫人没关系啊！妄议皇室，按规矩来吧。暴君果然是暴君，根本不讲理。不过这大腿抱得真响。夫人，那丑八怪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竟让太子殿下亲自给他出气。太子若真为他出气，可能会按规矩来。你何曾看到过太子按规矩来过？夫人的意思是，太子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，只是借题发花。一个毁了容的丑八怪也配得宠？太子生性暴虐，陈婆子撞在枪口上罢了。看住玉儿，别让她做蠢事。老夫人果真是疼孙女，不知姑会来，竟也早就做好了这么多好吃的。这老身自然是极疼玉宁的。看我的脸吃不下饭，当初可是你支持毁我的容。那个低贱的庶女，那可是我花近100两银子给玉宁寻来的极品血燕。祖母，您的眼睛莫不是抽筋了？可要请大夫？不用了。殿下跟祖母慢慢吃，玉宁去趟后院。殿下，玉宁她偶尔失仪，您千万莫怪。姑觉得她胃口极好，看着顺眼。没人，连照顾娘的秦婆婆也不在，楚卫氏动手了。洛儿，你尝尝这极品血燕，补身子极好。多谢四殿下。你还在病中，若是冻坏了，本皇子可要心疼了。楚洛那小狐妹子平时就是这么勾搭四皇子的。堂堂将军府嫡女楚巨宁，嫌弃太子暴女，拒了婚，现在到自降身份假扮我来寻母后定夺。但等本皇子登基，便封你为皇贵妃，位同父后，如何？果真是没教养的庶女，见了嫡母连安都不问。您那嫡女倒是有教养，正顶着妹妹的名头在后院跟外男幽会呢。你说什么？两人正卿卿我我呢，
母亲现在过去也挽回不了什么，不如先谈谈我娘在哪。你以为我跟玉宁一样好骗？你可以不听话，到时候就去黄泉孝顺你娘吧。我这人睚眦必报，你若伤了我娘一分，我便千百倍奉还。就凭你，你以为太子真看上你了？大婚那晚，殿下特意为我请了太医治脸伤，还为了让我静养，让出了正殿寝宫。太子竟然口味这么重，当真看上这毁容的丑八怪了？我只是上个茅房的功夫，若是死在了将军府，你说太子殿下会不会怀疑什么？你娘在祠堂，我娘要是好好的，我就配合母亲。还有4日，我要的东西若是拿不到，你可就再也看不见你娘了。娘，楚洛那丑八怪勾引四皇子，还许诺他以后当皇贵妃，我要让他死。跟一个将死人计较什么？娘的意思是，他体内的毒马上就要发作了，到时候母亲把解药给你，让他跪在地上哭着求你，到时候定要狠狠的羞辱折磨他一番。小姐只能远远看一眼，看完了就赶紧走吧。给我娘找大夫，还有吃穿用度，都按照楚卫氏的标准采办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的底线是我娘，告诉你们主子，别得寸进尺。我娘要是过得不如楚卫氏，我会做出什么可就不能保证了。我会让东宫的人每日盯着的。太子殿下竟然亲自陪太子妃回门，真是新婚燕尔，一时都分不开啊！皇兄这满口醋味，莫不是舍不得玉宁？怎么会呢？本皇子恭喜你们还来不及。殿下，四殿下，四殿下为何如此看本宫？你脸上为何带纱？本宫脸上有伤，见不得风。殿下，我不是楚玉宁，我是他的庶妹楚洛。将军府里的那个假楚洛是楚玉宁假扮的，您派人去偷偷看一眼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？楚卫是让我7日内偷东宫的情报，大婚当晚给我下了毒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和……这女人又在耍什么花样？见我，等我缓过去，我再跟你解释。找死！炎灵之毒，楚卫氏竟然把毒发时间改成了3天，这是想尽快榨干我的价值，改变了毒发症状，只疼心脏还吐血，连把脉都只能把出心悸，真是好算计。醒了，快点！给你一句话的机会，姑若是不感兴趣，就把你丢到慎刑司玩玩去。我知道殿下身上中了毒，我能解。胡言乱语！你肯定是楚卫氏派来的细作。闭声小心些！我真的会解，我还会解炎灵的毒，养我不吃亏的。炎灵根本没有解药，你怎么可能解得了？炎灵的确无解，但我有办法以毒攻毒，让他彻底沉睡在体内，不然我怎么敢投靠太子？我身上也有炎灵之毒。小家伙，骗姑的代价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我没骗你，大婚当晚你喝的药里有前麻玉血露，还有松草子，这几味药是解毒用的。你现在身上的味道，松草子没了，这药副作用大，喝多了容易流鼻血，减得好。可你没中炎灵，太医说了，你是心急。那是楚卫氏改了配方和毒发症状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找个快毒发的暗卫来试，或者我写方子给你们看。带他去偏夜。他快到炎灵毒发的时间了，楚小姐，请吧。把脉太慢了，有他服用的炎灵配方吗？你不是会医术吗？还要看配方？哎，女孩子这么暴躁可不好，还不允许人偏科啊！我就是对毒感兴趣，不喜欢学把脉，怎么了？装神弄鬼！你就不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写出来以毒攻毒的方子吗？殿下耐心有限，你若是聪明，最好别耍花样。拿错了吧？
这方子不是刚刚那个人，不可能，东宫的人不可能会出这种错。我刚刚把脉，那人的炎灵毒发症状主要走肺，呼吸急促，而这张方子里的药量根本不足以刺激肺到这个地步。至于吗？还试探我？炎灵刺激肺，我就下压抑肺活性的毒；炎灵凝血，我就用活血的毒。两样剧毒在体内打架，刚好达到平衡。这是温养的方子，调养1年就能彻底拔出毒素。一会儿顺便帮我煎一副药。我体内的炎灵马上要第2次发作了，这上面有我的名字。如果你家殿下对我的能力感兴趣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保住我跟我娘的命。只要太子满足我，我愿意为太子殿下效忠。装神弄鬼，等于大医看了方子，看你还怎么装。字儿写的还挺秀气。楚罗不过是在唬人，敢骗殿下，下场肯定很惨。我去，这方子谁写的？于公子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妙啊，简直是妙哉！老爷，你从哪儿请到的高人？这位前辈绝对是个用毒高手。用毒高手？这位前辈下药极大胆，竟然想到以毒攻毒来解炎灵，理论上完全可行。快带我去见见。于公子可是药王谷神医独子，他竟然对楚洛的药方赞不绝口。楚洛真的会医术？天马宣子，是我写的那张毒药。神了，脉象虚弱中透着强劲的生命力，前辈竟然如此年轻。暗卫探查的消息绝不会错，楚洛根本不会医术，这身医术从何而来？等等，这位前辈的脉象怎么好像是个女的？神医独子竟然才拔出来，谁会关注前辈是男是女？我重点都在前辈身上的毒。于公子，您说的这位高人是楚小姐。楚家小姐，新太子妃。写好了，以毒攻毒。楚家是将门世家，没听说祖上有行医的。你医术跟谁学的？家事低调，不让外传，无可奉告。那你怎么会想到学医？为了保命。我不是楚玉宁，我是庶女楚洛。我娘为了护我不被主母毁容替嫁，挨了好些闷棍，现在还被罚跪祠堂。太子殿下对臣女的提议考虑的如何？秦香已经派人去将军府接你娘了。这么快？殿下不再考虑考虑？楚卫士发现我娘被接走，肯定知道我投靠了你。那又如何？别担心，老殷他不按常理出牌，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揣度。你这方子好是好，但这2味药已经绝迹了，还有这位，我听都没听过。我身居后院，纸上谈兵，不知道绝迹了。这位素心子，花种有剧毒，食之会有幻觉。如果没有，用曼陀罗替代也行，不过用量要加到3两。对，曼陀罗也行。你主攻毒术，我爹是药王谷神医，他正缺个关门弟子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考虑考虑。太子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派人来传您去请安。他见我做甚？昨夜殿下跟您宿在正殿，灯亮了大半宿，外界以为您跟殿下行周公之老了。什么周公之礼？我们在聊毒药。而且将军夫人楚卫氏的母族是四皇子的拥育，四皇子从小养在皇后膝下。原来如此，楚卫氏让我偷太子密线，是因为他们支持四皇子。这深宫的水真深。那我得去长春宫，奴婢已经打发走了，就说您劳累了一晚上，身子不适。这话说的更容易让人想歪。殿下的毒非同小可，您给殿下解毒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殿下安排奴婢日后做您的贴身丫鬟。你之前对我态度可不好，是萍香不对，要打要罚悉听尊便。日后我们在殿下麾下，理应同舟共济。殿下护短，谁敢欺负您，只管提殿下的名号。但您既然入了殿下的阵营，
就没了反悔的余地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殿下对待背叛他的人，一向最残忍。上一个背叛的人被喂了长生蛊，每天受极刑，3天就疯了。我娘还在殿下手里，我绝不背叛。这大腿虽然粗，但也是个要命的活阎王啊！楚夫人回去吧，娘娘今日见不了客了。姑姑，太子妃呢？太子妃娘娘昨夜累坏了，身子不爽嘞。楚夫人真是教养了个好女儿，一个嬷嬷还敢摆脸色？住口！祸从口出，不想要脑袋了。哼，楚夫人，您偷皇换凤可是欺君大罪，陛下要是知道了，娘娘都保不了您。姑姑，我就玉宁一个女儿，不能眼睁睁看她进火坑啊！娘娘会帮您隐瞒，但下不为例。玉宁，你先回家，找你祖母想办法，我去找你舅舅商量对策。胆子真小，天塌下来有父亲和舅舅顶着呢。哼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些。要是有新鲜带根的毒草，整点种在东宫里，奴婢记下了。那我继续睡回笼觉去了。楚洛，哟，这不是三妹吗？怎么见到本宫不行礼呢？楚，这位就是楚三小姐吧？三小姐何故见了自尽了太子妃不行礼？难不成是对我们太子殿下有意见？臣女没有，臣女只是一时间没认出来。姐姐，臣女楚洛见过太子妃。我堂堂将军府嫡女，竟然给一个庶女行礼！你不是说你起不来床了吗？这不是还好好的，你竟敢骗皇后娘娘！咦，这个时辰宫门刚开不久吧？三妹怎么刚从皇后宫里出来？妹妹跟母后关系真好，进宫比妃子们请安还早。母亲向来待你我一视同仁，姐姐何出此言呢？一视同仁？奴婢记得楚家乃簪金世家，嫡庶分明，奴婢可从未听说过楚三小姐跟皇后娘娘有什么交情。你过问一品诰命夫人的事，你一个宫女是不是太过越矩了？三妹恼什么？她不过是替我过问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宫这亲女儿关心一下母亲，不行？这丑八怪怎么突然变得伶牙俐齿？他投奔了太子，要是把替嫁的事告诉太子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想对策。不用管他，快去帮我买单子上的药，我要补觉了。小姐，这个能美白吗？这个毒草是刺激肌肤再生的，能去疤。你想要美白的，我给你配别的。毒草？我是毒师，单子上的都是毒草，毒药用好了，比寻常草药好用。快，把案子上那2株草拿来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刚刚草汁流嘴里了。对着我这张敷着绿泥的脸，还能面不改色吃2碗饭，太子殿下的心理素质真强。有时间没？我把老鹰的卷宗都带来了，快拿来我看看。圣元15年，中毒，名弑神，毒根深重10年以上。他年幼时就中了毒，这弑神之毒我从未听过。这名字我起的，这毒来自西域或南疆，中原第一次见。亲弑神志？没错，你往后看毒发症状。毒发时毫无神志，见人就砍。鹰池峰暴虐的名号，竟是因为这毒。这毒有意思。你有办法解？暂时没有。那你这么兴奋？罕见奇毒嘛，平时见不着。哎呦，这也太妖孽了！她要是女子，昏君的快乐我都能想象到。
小姐，殿下吩咐让您用完早餐就去休息。殿下如此关心人，可是极少呢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于公子叫来。于公子还没起呢。那行吧，让他睡醒了过来。小姐，这使不得。吃。小姐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真是个好人。太子妃娘娘，长春宫方姑姑求见。小姐若不想见，就不见。有殿下护着，皇后不敢对您怎么样。告诉方姑姑，本宫梳洗一番，就去给母后请安。儿臣处事给母后请安，不必多礼，快坐吧。伤可好些了？回母后的话，已经好多了。母后怕你不便，连大婚第2日的请安都没舍得让你来。这珊瑚串子本该那日赠予你的，这是南边贡品，整个大宴唯有这一串，你戴着定然好看。这香气不对劲。安神香，没毒。看来这位皇后娘娘准备憋个大的。多谢母后，儿臣很喜欢。风儿脾气不好，但她是在意你的，你们可得加把劲儿，早日诞下皇长孙。日后你好好辅佐风儿，做个贤后。你先出去，本宫有些提子话要同太子妃单独说。太子殿下命奴婢寸步不离太子妃，奴婢不敢抗命。放肆！不过是说几句话，这次防备娘娘，太子殿下不怕娘娘寒心吗？秦香，你先出去。太子妃，没事，殿下要是怪罪，本宫替你拦着。母后已经知道了，你是楚家三姑娘楚洛，直接摊牌，这波操作倒是出人意料。楚玉宁那孩子糊涂，委屈你了。但你现在是太子妃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陛下死心眼儿，若知道这乌龙，怕是你跟楚玉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你就当没发生过，继续扮演楚玉宁，好吗？说的好听，还不是为了保住楚玉宁，让她能顺利嫁给你的养子四皇子。你若是气不过，母后帮你教训他。母后这里还有许多上好的玛瑙翡翠，都赠予你，如何？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。母后同姑的太子妃说什么私房话，需遣退宫人，还拦着姑，姑也听不得。你这孩子，踹坏了母后的门。母后不过是教导他如何伺候夫君，不必母后费心。况且太子妃昨晚伺候姑到清晨，母后不让她休息好，今晚如何能伺候好姑？靠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还不走？殿下心疼臣妾，那臣妾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母后的赏赐直接送到东宫就好。想要什么跟嫔详说，东宫的东西比长春宫的好多了。皇后让我瞒下替嫁的事，那些赏赐不要白不要。哦，你就这么放过你姐姐，忍气吞声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这不是为了配合殿下吗？配合姑？殿下没打算爆出此事，肯定自有打算。反正报复楚于宁的花样多的是。这女人的心思倒是跟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刚刚给你使眼色，是告诉你我能搞定。你去找救兵干嘛？奴婢以为您的眼色是让奴婢赶紧去搬救兵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初步筛选出7795种药，现在还剩953种。你连范围都没确定，当然治标不治本。那你怎么从这900多种里确定噬神毒的配方？时间太长，得一步步排除。第一步嘛，你先教我把脉。还没拜师就想偷师学艺，想学我余家祖传医术，你先拜个师再说。药王谷的医术确实厉害，拜个师也不吃亏。行啊。唉，失策了，早知道让他拜我为师，
敢撬太子殿下的墙角，于公子，你完了！靠，麻药劲儿要过来，平强，帮我一下。你稍微快一点，就那一小块疤，整个切下来就行。别动，靠谱。于公子找到了吗？于公子怕殿下找他麻烦，躲在城南棉花楼，已经派人去捉了。等他回来便教我医术，生是殿下的人，死是殿下的鬼。就算您拜师，也是东宫的人，药王谷有的，东宫都有。给我狠狠的打！楚玉宁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走吧，进去看看韩姨娘。哼，嘴倒是硬。继续撬，必须套出让魏家掉层皮的东西。主子，楚将军回京了。昨日军报不是说还需要5、6日？今早有人看到楚将军的战马，他独自归京，最迟今夜到达。提前回京，看来这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洛儿，我服侍你爹20年，他就是这么对我的。等你爹回来，娘就是拼了命也要让他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娘，快些进屋吧，外头冷。快吃吧，这些点心你平时吃不到，娘特地给你留的。夫人，这些东西小姐天天都能见到的，您不必特意攒着。洛儿，这位不是将军府的丫鬟吧？奴婢是东宫大宫女秦霄。太子知道了替嫁的事，洛儿毁了容还是庶女，太子能高兴？娘，我吃不下了，我给你把脉吧。你会什么把脉呀？这么大人了还玩家家酒。神思郁结导致的胃口变差，心病还得心药医。娘，跟我走吧。操！谁他娘的竟然敢闯城门！来人去追！那好像是楚将军的战马，盔甲也是楚将军的。别追了，谁敢拦楚将军？快，抄近路去将军府告楚夫人。怎么这么快就回京了？妾室蓬头垢面，都未曾好好梳妆，就让夫君瞧见了。老夫老妻了，打扮什么？我又不嫌弃你。看来夫人已经想开玉宁替嫁的事了。玉泽呢？他跟着大部队，跟着副将他们一起回来。我带他去剿匪是历练他，所有人都在备战，他倒好，每天在军营里游手好闲，一点都不像我们老楚家的种。老爷说的什么话？少爷知道了得多伤心呐！少爷还小，玩心大，过2年就好了。婉娘，我回来了。老爷，二夫人着了风寒，已经睡下了。夫人吩咐不能打搅。睡了，我日夜兼程赶回，连一面都见不到。风寒严重吗？夫人已经差大夫来看过了。二夫人喝了药，好不容易睡着，莫要打扰她歇息。婉娘身子弱，明日再来看她吧。老爷平乱有功，夫人特地让奴婢们服侍老爷歇息。这眉眼，竟有几分婉娘年轻时的影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妾身替夫君着想，夫君莫不是不喜欢？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提前回京，跟皇上告罪。明天去不也行？皇上对你一向宽容。把他们送走，以后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我这是帮殿下把人质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反正放在城郊是养，放在东宫也是养，殿下肯定不介意。
二夫人，小心烫。多谢。下人最是捧高踩低，这大宫女如此尽心，洛儿在东宫过得应该不错。洛儿，你跟娘说，你跟太子同房了。殿下同太子妃娘娘感情极好，二夫人不必担心。古代高手果然耳力惊人。清祥，你会武功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您的年纪不适合学武了，不过您有什么需要，尽管使唤奴婢。贴身侍女加保镖，太子给的待遇还挺好。那马车怎么能直接进宫？大将军，那是东宫的马车，太子妃娘娘刚从宫外回来。楚玉宁已经嫁作人妇，还这般没规矩。太子本就脾气阴晴不定，他这是在找死。明日我定要进宫，好好教他规矩。田姨，这火候行不行啊？昨晚那佛跳跳太香了，您一定得教教我。太子妃想学，老奴自然倾囊相授。田姨，太子殿下挑不挑食啊？这些会不会太寒酸？娘娘手艺这么好，殿下肯定喜欢。师妹，你做的粥为什么这么香？你是不是在东宫大鱼大肉吃多了，见到咸菜挪不动步？good。就一些粥，你至于忽视成这样吗？我做了好多。于公子去吃田姨做的早膳吧，这些都是殿下的。我好歹是下代神医，吃点青菜米粥都不给。娘娘，楚大将军在宫门外求见。忙着呢，没空，让他先回去。是，没空。你帮我给太子妃传句话。你是太子妃，得有气量，一点小事气这么久，成何体统？奴才遵命。楚林将军说，你是太子妃，得有气量，一点小事气这么久，成何体统？没度量，这事儿搁谁身上能有度量？师妹，你怎么了？原主这亲爹发现二女儿毁了三女儿的容，还替嫁给杀妻狂魔，第一反应居然是跑来骂我没度量。和离，绝对要让我娘和离。我娘貌美如花，温柔善良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老楚，上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出来？都是你跟你妹妹把玉宁惯的无法无天。嗨，小丫头一时使点小聘气罢了。走，去我家喝酒，新得的芙蓉醉。老楚，你老拒绝我，是看不起我，还是家里偷偷藏了个美娇娘？行吧，去喝2杯。韩氏那个贱人，也配让你惦记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老楚，起床了吗？老楚，听说兵部尚书新得了把宝刀，咱们去看看呀。别进来！老楚，这我让紫嫣扶你休息，你怎么能？你对不起我妹妹也就算了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但紫嫣可是我爱妾的陪嫁丫鬟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？婉娘还病着，我答应过她绝不再纳旁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老爷，自没脸活在这世上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武夫人。老楚，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好孩子，受委屈了，以后就在将军府安心住下。娘，您不是不喜欢儿子纳妾吗？我年纪大了，想要子孙满堂含衣顿挪，不行。你后院如今有了新人，
也该让韩姨娘见见新姐妹吧。不用，她还病着。娘，您怎么故意提韩姨娘？她万一真的领着紫音去见怎么办？我的儿子我能不知道？他才没脸去见那个女人。娘，探子说楚洛在东宫过得极舒坦，没有任何毒发痛苦的症状，留着他是个隐患。难不成是那炎灵根本没用，咱们被骗了？听说药王谷于神医的毒子在东宫，8成是他解的。可是下毒的人说了，炎灵根本没有解药。于小神医连皇上生病都得3番4请，旁人根本见不到面，楚洛何德何能？谁知道呢？星若下毒的人就是夸大其词，毒被他师兄解了也是有的。我那儿子就是个死脑筋，说什么楚家只扶持正统，太子无德不得民心。四皇子自小教养在皇后膝下，他支持太子，是帝后四皇子登基记恨他怎么办？还是我这个娘心疼儿子，以后四皇子登基不会为难咱们将军府，他可就庆幸娶了你这么个贤内助了。楚洛，不管是不是有人帮你，将军府的绊脚石必须除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哥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天天戴着面纱见不得人，都要无聊死了。而且爹回来了，我还得住在楚洛的屋子里，那屋子背阴还漏风。你疯了！你爹随时会过来，你想被他发现你没嫁去东宫吗？发现就发现，我是嫡女，凭什么住那个漏风的破屋？蠢货！你爹是武将，是个直肠子，可他不是傻子。你打我！我要去找祖母！你要是想死，就可劲儿嚎，把你爹引来，让他把你送去东宫换楚洛。我爹才不会，他最疼我了，首饰衣裳全都给我，连皇上赏的金镶玉镯子也送了我。你以为他真疼你？他心里只有楚洛和韩婉娘。他要知道我们做的事，生死了你都有可能。我不信，爹明明最疼我，绝不可能去疼楚洛那个穷酸狗。玉宁这个蠢货，再这样下去迟早露馅。不行，楚洛必须死。楚洛死在东宫，楚林定会怨恨太子，转投四皇子门下。更重要的是死无对证，谁也没法再查替在的事。备车去城南救相。说吧，这次又想要什么毒？沈公子，您给我的炎灵，会有人能解开吗？你是在侮辱我吗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沈公子，我不是在质疑您的毒，是吃了炎蛇的那个人，到现在根本没有毒发，他还活得好好的，毫无痛苦不堪的迹象。不可能。他现在住在东宫，听说于继渊在替太子做事，会不会是于继渊？你下毒的那个人跟于继渊有关系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楚洛。爹，他怎么在韩姨娘这儿？这根本不是平时那个威严的护国将军。洛儿，过来，来爹这里。确把我不能除落了，一开口就全完了。爹听说你前2天染了风寒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婉娘也好些了吧？爹离开京都前给你相看的那位赵公子，爹觉得不错，赵家家风极好，不许纳妾。你嫁过去便是正妻嫡母。爹和你娘亲挑了好几年，唯有赵家最满意。家底殷实，公婆和善，你嫁过去绝对不会比你姐姐差。商贾之家，竟然是爹精挑细选，为了不让楚洛受委屈安排的。那赵家小子，爹亲自瞧过，一表人才，你哪日去见见？若是不喜欢，爹再给你找。
凭什么？我以为的火坑，竟是他给楚洛铺好的康章上道。洛儿，这不是玉宁的步摇吗？洛儿怎么会带着？你做什么？不是告诉过你，爹出府了，他不会过来看见。凭什么？爹竟然说赵家是他给楚洛千挑万选的，他根本就不等我。别哭了，娘刚刚去见那位沈公子了，他得知楚洛没事，非常生气，已经亲自去取他性命了。真的？沈公子的本事，江湖上闻风丧胆，就算楚洛龟缩在东宫，也绝对躲不过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娘还派人去了趟皇宫，做了2手准备。娘，3日不能再多了，我一天都不想再看到他。好，二夫人，这些让奴婢们做就好了。不必了，我闲着没事做，你去忙吧。洛儿，于公子，歇息一会儿，快尝尝这鸽子汤。怪不得师妹手艺那么好，原来是遗传的伯母。娘，这汤你都放什么了呀？放了红枣、枸杞、党参。娘，我想吃点胡椒粉，还想再加点醋。娘去厨房给你取。快快快，青秋，你去取这些药，煎好送过来。我娘要是问起，你就说是给我补气血的。舒坦，有娘疼真好。你突然不喝了还问配料，我还以为有毒呢。就是有毒啊。有毒你还喝？我娘熬了那么久，不能浪费，所以我让秦提去抓解药了。为了喝汤先中毒再解毒，你是个疯子吧？无色无味，还有血藤根，是沈福。谁？药王谷弃徒，江湖杀手榜前10的疯子。他这是故意的，明知道我在，还敢用血藤草。有没有可能是楚卫士雇了他？于继渊，你很闲。太子殿下，我这就走。于继渊说你会喜欢这个。是什么？最好开一道缝。大宝贝啊，多谢殿下。殿下，你喝了？刚成的，味儿不错。那里面有毒啊！青瑶，快给殿下也来一碗解药。孤百毒不侵，无碍。等我养好了，就可以防身了。娘娘，翊坤宫送来请帖，淑妃娘娘请您明日午时去逛园子。大冷天的逛园子，前脚刚被人下毒，后脚就来请我，怕是鸿门宴。东宫里有眼线，您下午活蹦乱跳的，背后的人肯定知道了。本宫中毒了，身体虚弱，不能赴约。奴婢明白，明日整个京都都会知道太子妃在皇宫遭遇毒杀。明天早朝还没散的时候，你去一趟将军府，高调宣扬太子妃请楚将军进宫叙旧。楚洛这会儿怕是毒发了吧？何事慌张？夫人，东宫说太子妃中毒身子不适，赵将军去东宫叙旧。听闻楚大将军先前几次求见太子妃都被拒之门外，如今娘娘既然肯召见，将军还是快些去吧，莫要让贵人等急了。玉宁以往在府中虽娇气，岂敢如此刁蛮放肆？嫁入皇家摆起太子妃的谱，真是被他母亲宠坏了。哼！臣子面见太子妃，本是礼数。脾气倒是不小。这毒草美容方子果然好用，过几天本宫就又是个大美人了。刺我没用，我备着解药。倒是你这小东西，再不吃肉要饿死了。小姐，楚大将军已经在殿外了，要不要先晾他半个时辰？
既然我名义上的好父亲来了，那就陪他演一出。楚将军，这里是东宫太子卧房，您怎可擅闯？已是日上三竿，你身为太子妃竟披头散发卧床，哪里有半点未来皇后的规矩？本宫中毒垂死，多躺一刻都不行。你是本宫痴心妄想了，还为将军来找本宫，是念及父女之情。既然将军只认嫡女，抛弃本宫，那还找本宫作甚？只认嫡女，玉宁就是我楚家唯一的嫡女，她为何说我抛弃她？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楚大将军，请您退后。你还要弑父不成？弑父？你有把我当成女儿吗？你们楚家把我送到东宫，生养之恩便算是一并还了。你不是我父亲，陛下赐婚岂能儿戏？这是你作为嫡女的责任。贵族嫡女哪个不是如此？不必装了，秦香什么都知道，何必假惺惺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还有中毒是怎么回事？玉宁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在东宫过得不好吗？你跟爹说太子欺负你了。婉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住了10天了。你把韩姨娘带到东宫做什么？你竟然将韩姨娘掳来东宫羞辱！我来收拾。娘，我来帮你。你做什么？吓到了吗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是洛儿吗？婉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跟你和离，休书也行。为什么突然提这个？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你的好嫡女为了改不嫁给太子，把我毁容塞进花轿替嫁，也不知道我娘为了阻止他们，被你的好夫人打得3天下不了床，吃不得饱饭，还被关在祠堂软禁。洛儿，我不知道，咱们先回家再说。洛儿，跟爹回家，我去找最好的大夫给洛儿个医治，我不会放过楚卫氏的。楚林，我不信你了。12年前慈儿没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些年你说为了我们好，故意冷落我们。慈儿出事，你没证据不动楚卫氏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洛儿如今也被他们害得毁容。我知道你气，你要是气就拿我撒气。这里可是东宫，你怎么护得住洛儿？对，我是奴籍出身，比不上你护国大将军，但我有条贱命，护不住我用命护也比你强。我错了，婉娘，我错了，我将你扶正，把楚卫氏赶出去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了。你知道真正容不下我的到底是谁？是母亲，是楚老夫人。你若是把洛洛带回将军府，我绝对跟你拼命。娘，没事，以后我养你。娘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绝对不会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母亲心里清楚。胡闹！为了一个妾和庶女，连老娘和结发妻子都不要了。当年卫氏嫁给你，楚家还破落着呢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为了个妾想休妻。我的荣誉地位全是我在沙场上拼战功攒下来的，跟卫氏有什么关系？卫氏毁了洛儿的脸，让她顶替楚玉宁当太子妃，如此毒妇，我是不要。是我让卫氏这么做的。玉宁以后是要当皇后的，怎么能嫁给太子？楚玉宁是您孙女，洛儿就不是了。哼，她算什么东西？能嫁给太子是她好大的福分。这是诛九族的欺君大罪，这休书我写定了。反了天了！你要是敢休了卫氏，我就去上吊，去告御状。我总算明白，为什么父亲那么不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楚林，你再说一遍。记住您说的这句话。您跟楚卫氏伤我妻女，自此以后，您就当没我这儿子吧。让他走！他要是不给卫氏认错，就别让他进这个府门。楚林真是越老越糊涂，为了一个妾室和庶女，
竟然敢顶撞我！老夫人息怒，当心身子。那个楚洛把府里搞得鸡飞狗跳，他还敢派宫女大摇大摆来将军府挑衅，真是反了他了。太子妃她现在毕竟身份不同。什么太子妃？要不是我们帮忙，他连东宫的门都进不去。哼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但愿他这次中毒能彻底消停。装个病还不消停？我以前怎么没见他们这么热情？各方势力的都有，毕竟您是活得最久的太子妃。对了，楚家军今日班师回朝，小郡主也跟着回来了。小郡主，德阳郡主岳西河，届时才是真的麻烦，因为郡主跟您是情敌呀。为何说她更麻烦？你不会保护我吗？会的，但是德阳郡主防不胜防啊。殿下昨晚没回来，估计就是被郡主缠住了。太子给我的工作也不包含对抗情敌啊，要是被欺负了，算不算工伤？洛儿，娘听说太子昨夜……娘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试试我刚调配的美容养颜膏。敷的时候千万不要张嘴，药汁流进嘴里一定要告诉我，流进去会怎样？也没什么大事，顶多半身不遂，四肢麻痹，扎2针就好了，别怕。娘，你别怕，真的没事的。这药我亲自试过了。洛儿，这可是我的商业机密，以后我要靠这个发展副业养你呢。娘，忍一忍，按开穴位吸收才好。这可是我特调的养颜秘方。洛儿，你知道德阳郡主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本以为太子殿下是你的良人，可德阳郡主归京，哪个男人会一生一世一双人呢？就连楚岭，放心娘，我跟太子不过是假夫妻。假夫妻？我跟他有交易，事关太子的命，他不会为了别的女人苛待我。那危险吗？绝对安全。您看我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打打杀杀的活儿也轮不到我呀。我的洛儿，一夜之间长大了，竟敢跟太子做交易。娘嘴紧，死也不往外说。小姐，楚家闹翻天了。真把楚卫士给休了？没有，楚将军分家了，自己独自出去另辟府邸，不再与将军府有任何瓜葛。楚老夫人告御状，状告楚将军不孝，楚将军宁可受杖刑也不肯松口。摊上这么个妈和媳妇儿，楚灵也够惨的。不过楚将军并没有回心府，现在正在东宫外面求见太子妃。他疯了，让他走！他还嫌害我女儿害得不够吗？不许再来了！表哥，你醒了呀？吓我一跳。西河怎么还在这儿？西河给表哥做了些早餐，表哥一夜未眠，吃点东西，快去歇息吧。表哥，你这是……姑不喜欢旁人进姑的地方。西河刚回灸，回家歇息吧。我不累，表哥你尝尝嘛，我亲手做的，手都切伤了呢。西河都有黑眼圈了，额头也起了个痘。太子妃人呢？回殿下，太子妃跟楚儿夫人出宫了，许是去逛街了。去给她送些银票，喜欢什么随便买，然后告诉她早些回来。本郡主有黑眼圈，还长了痘，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郡主，奴婢刚刚看到暗卫收走蜜弦，太子殿下莫不是在防备你？我是表哥的亲表妹，他防备我做什么？肯定是怕早膳弄脏折子。那个楚玉宁，一个毁了容的丑女，竟然能活这么久。去查查她给表哥做了什么早膳。您瞧瞧这位置，出了门就能看到皇宫，这可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段。洛儿，这里大概1年要至少1000两的租金。殿下派人送了些银票，让您看上什么随意买，不够奴婢再让人回宫取。10几万两，
殷赤峰平白无故给我这么多钱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够了够了，这铺子我租了。东宫的大宫女怎么在这儿？停车！这3层楼面积有点大，上面2层可以做点别的生意。小郡主，这是太子妃娘娘。凭她也配？太子妃配不配，是陛下和太子殿下的事。楚玉宁，你之前巴结本郡主，现在成了太子妃，敢跟我叫板了？你装什么装？小郡主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自己看上的男人自己争，别来打扰我，我脾气不好。你找死！小郡主何故当街打人？太子妃3日必死是规矩。本郡主今天就替表哥料理了你这个丑女。一个毁了容的丑女，凭什么霸占太子妃的位置？刚盘下的店铺整这出，以后生意还怎么做？这傻蛇出去浪一圈冻僵了，还知道回来求饶？保护太子妃！表哥竟然派暗卫保护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动作颠滞，毫无章法。小青的毒发作了。德阳郡主今日怎么格外的蠢？住手！我干了什么？西河，怎么可以当街打人？臣弟殷迟瑜见过皇嫂。殿下勿怪，我家娘娘余毒未清，今日又受了大惊，奴婢必须立刻带娘娘回宫。不许走！西河，不要再闹了。想弄死我，走着瞧。回宫，给太子殿下做顿好吃的，抱紧金大腿。这就是你说的美食？炒焖子，炒鸡香，放心，没毒。你这是亲自试毒呢，还是馋了趁机先吃呢？没有没有，就出去逛了圈，饿了。味儿还不错。怎么？那什么，熬汤的时候时间长，我顺便敷了下脸，好像没洗手，有毒。有毒你还喝？没事儿，我们毒师不怕毒。姑的腿现在没知觉了。正常现象，至少还得半个时辰才能好。趁这时间，我帮殿下把个脉吧。手感真好，比女人的皮肤还细腻。爱妃摸了姑的手1刻钟了，把脉需要这么久？殿下，小姐，德阳郡主求见。表哥竟然吃他做的鬼东西，还让他碰。羲和见过太子殿下、太子妃，今日是羲和一时冲动，特带赔礼给皇嫂谢罪。哦，郡主带了什么好东西？一对翡翠玉如意，2只牡丹金步摇，1块红碧器，值钱吗？玉如意东宫库房不下10对，金步摇太子妃首饰奖里多的是，最值钱的红碧石还不如玉如意值钱。郡主这赔礼还真是诚意满满啊！还有许多大件儿没拿来，等过2日表嫂身子好了，来我府上随意挑。随意挑，自然是随意挑，但那都是母亲留给本郡主的遗物，本郡主只能与你挑3样。大长公主留下的好东西，才挑3样，郡主好生小气。最多再挑2样。既然德阳郡主如此有诚意，此事便罢了。以后再见到本宫，可别再一时情急了。
这是自然。秦香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一会儿你顺道跟郡主回府挑陪礼，挑大个的，摆在屋里好看。今日受伤的暗卫，让他们休息几日。德阳便妹如此自责，这药材费想必也是愿意出的。郡主，请过目。500两，金疮药最多50两一瓶。这是东宫于神医给暗卫们开的药方。本郡主给。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了？不然呢？让我抽回来，他又没真的伤到我，伤了他，我可就玩完了。姑不会让你玩完的。殿下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别背叛姑，你想要的，姑都有。你要是没有的呢？姑给你抢来。这是什么绝世好雇主？等我治好他，一定要让他给我抢个好看的小伙子。去找他的人连门都没能进去，全被轰出来了。孽畜，逆子！当初生下来我就该掐死他。赶紧先把我爹劝回来吧，闹得这么难看，我现在出门都没面子。谁敢瞧不起我乖孙？你可是将军府嫡长子，日后你爹的爵位全都是你的。哼，那有什么用？我爹跟整个将军府分家，他手里的东西留给谁还说不准呢。不留你留谁？难不成还想找别人再生？做梦！那不是还有个楚辞吗？当初……闭嘴！胡说什么？别说那孽障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就算他活着回来了，一个庶子也想继承楚家的家业，门儿都没有。楚洛根本没中毒，顶着我的身份逼德阳郡主赔罪，太子还派暗卫护着他。哼，当初都说这庶女命不久矣，反倒翻了天。皇后称病闭门，不会再替我们楚家出头。我进宫求皇后！别自投罗网，皇后已经弃了我们。江湖刺客没用，去木樨阁出重金顾死士，死活不论。楚林那边让紫茵好好打扮打扮，送去他房里。太子妃，御花园红梅出战，淑妃请您去暖阁赏雪赏花。无去，不去。昨夜初雪，景致极佳，娘娘不妨移步一观。把这块玉打络子做成坠子，送给太子。奴婢立刻去匠人铺。淑妃这般盛情，梳洗片刻，我便过去。小姐不愿见淑妃，大可直接回绝。我巴不得去，我打算开一间毒药装纸铺，后宫贵妇就是第一批客源，淑妃正好给我打通名气。您想借淑妃打响名头，挣京中贵妇银钱？聪明。淑妃今日怕是要大出血了。东宫夜夜灯火通明，太子与太子妃情深，想来很快便能有身孕。我年纪尚轻，不急。倒是娘娘脸色有些苍白，眼尾也有细纹了。于神医调配的养颜药妆，给娘娘敷一面膜，调理气色。多谢太子妃，现在便试试。你残暴不仁，终有一日会下地狱的！这人间何处不是地狱？岳父以为呢？殿下所言极是，末将只求见小女一面。你可知那人是谁？害太子妃中毒的毒药，与这太监住处搜出的毒粉一模一样。他前些日子私会将军府的丫鬟，证据确凿。请殿下准许，由末将亲自审讯此人。末将楚林愿全心效忠殿下，只求殿下保全我妻女平安。你效忠的是太子之位，还是孤本人？此生只效忠殿下一人。
人交给你处置。主子，淑妃服药后满脸红疹，奇疹毁容，太子妃已经被押去养心殿。小姐别怕，奴婢早已传信给太子，殿下定会赶来救你。刚才敷药泥时，淑妃去了趟茅房，回来就起红疹，当时有别的药材味道。淑妃娘家父兄官位如何？正四品闲职，无实权，掀不起风浪。皇上明鉴，太子妃拿出一罐药泥，娘娘以为是好东西，谁知敷上后就变成了这样。蛇蝎毒妇，自己毁了容，就见不得旁人貌美。太子得人，愈发无法无天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朕拖出去，重责50廷杖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淑妃红疹绝非药泥所致。太医已经查验，你还敢狡辩？儿臣精通毒理，淑妃脸上掺了断肠草汁液，我的药罐从未添加此毒草，可当场查验。太子殿下到！楚玉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蓄意谋害后宫嫔妃！儿臣听不懂父皇此话从何说起。那罐养颜药泥，可是你给淑妃敷的？是儿臣赠予。药泥敷完，朕的爱妃当场毁容，你还敢承认？此药乃是药王谷亲传弟子调配，儿臣亲身试用无碍，不如传与小神医入宫，一问便知真相。宣，这丫头又给自己惹祸上身。于公子，太子妃称药泥出自药王谷，可有凭据？好家伙，足足5味烈性毒草掺杂其中，确为药王谷秘制药妆，真是谷中出品。那淑妃满脸红纸又作何解释？淑妃娘娘敷药前后，是否误食过机敏之物？娘娘什么都没吃，全是这药泥害人。娘娘肌肤红疹，是1品红枝叶刺激所致，此物无半点养颜功效。药泥内确实添加1品红。果然是你蓄意谋害后妃。谷中弟子有言，此药敷面仅作用于角质，万万不可入口。我特意叮嘱敷药时避开唇边，莫非娘娘不慎将药泥吞入腹中？1品红入口会腹痛呕血，娘娘并无此症状。她确实吃进去了。本宫好像是蹭到了一点。你笑什么？分明是你蓄意下毒。1品红只是软化老废教脂，方便后续药力吸收，何来下毒一说？满口胡言，谁能证明你的说辞？太医与鱼神医皆在此处，大可当场验证。搭配酒精草温水洁面，一盏茶红疹尽数消废。你百般阻拦验证，莫非是你暗中动手加害淑妃，故意拖延时间？奴婢冤枉，绝无此事。太医，我说的法子是否可行？九鹰草性质温和无毒，不妨一试。药王谷秘方，本公子岂会记错？速去取药洗面。原来只是一场误会，委屈太子妃了。今日是本宫多疑，让太子妃受委屈，稍后便将贡品腌制金瓜贡茶送往东宫赔罪。东宫胭脂贡茶堆积如山，
就不让樊淑妃割爱了。太子，此事尚有陵情未查清。太子妃先前身中剧毒，身子匮乏，姑带她回东宫休养。娘娘，药泥一旦入口过量，会头晕目眩、七窍流血。这是中和毒性的解药，娘娘方才误食药泥，尽快服稳妥。只是解药本身亦含烈性毒素，过量服用会口歪眼斜，四肢永久麻痹。本宫仔细回想，并未吞插药泥，方才只是一时记错。方才娘娘亲口承认误食，若无入口，肌肤仅洗亮沾染，红疹绝不会如此严重。一品红沾染肌肤也会过敏。既然娘娘确定未曾入食，儿臣便放心了。父皇，儿臣告退。是臣妾胆小多虑，惹太子动怒了。无妨，往后少碰这些来路不明的药妆。不过，养颜效果确实出众。你胆子也太大，给后宫嫔妃用掺满毒药的药妆，就不怕再惹祸？药理分寸我有把握，亏他没真吞下去，不然还要损耗珍稀解药，亏上加亏。方才他肤质肉眼可见变好，现成活招牌，不愁没人上门买你的药妆。他今日刻意陷害我，以后我的药妆全都不卖给他。殿下，晚膳想吃什么？章鱼小丸子如何？殿下，手，你的手放哪儿呢？虞姬元，他是不是？啊！师妹啊，你快过来，叔叔我扛不住了。你不会给他下点药？他吗啡草和迷药全都不好用了，都怕停天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扛不了多久了。全部退后。等等，我还没躲开。你等我跑远了再撒呀！再不撒，他咬的就是你。4、3、2、1。这是什么迷药？效料这么霸道？谁说这是迷药？那到底是什么？烈性毒药，顺带能让人昏厥罢了。你快施针，晚了人就真傻了。你真是个小变态！大将军，那夜您醉酒轻薄了奴婢，如今怎能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啊？楚将军没想到私底下竟是这种人。将军，奴婢只要一个名分，寡公。滚！好嘞，谢将军赏。这反了天了！老身今日非要进宫告御状，让皇上治那逆子不孝之罪。圣旨到，楚老夫人接旨。陛下口谕，楚将军已交代全部兵权虎符，
其家日由其自决，尔等休得再借故滋扰，钦此。兵权，他竟然为了断绝关系，把兵权都交了。看这个方子。这么大剂量的曼陀罗，你这是救人还是送他投胎？曼陀罗配断肠草，全是大毒之物，药性太烈，他的身体根本扛不住。他体内的式神已经变异，常规无补的方子就是隔修息养，死是死不了的，只要以毒攻毒，压住暴乱。平日里张狂的像个活阎王，现在倒像个摔碎的瓷娃娃。师妹，主子，快松手！这是太子妃啊！杀了我还没到底，他体内的抗凹性连失真时效都缩短了。小青，要他！去熬药。这方子但凡有1厘偏差，跟式神冲撞起来，他当场就会暴毙。你到底有几成把握？解毒1成，1成你还敢用？但压制发狂有8成。以前的温和方子早没用了，下次他再毒发，谁也按不住他。于公子，要不还是用旧方子吧？不，听他的。老阴这条命能不能保住，就赌这一把了。娘娘，东宫那边又把咱们的人挡回来了，说太子妃身子不适，闭门谢客。本宫不过是想再买些那神效的药泥。这太子妃架子倒大，听说魏夫人已经去木樨阁下了天价悬赏，奴婢看着太子妃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阿玲，儿臣参见淑妃娘娘。外面天冷，快进去给皇后请安吧。儿臣给母后请安，听闻母后凤体欠安，儿臣特来复审。灵儿有心了，不过是些陈年旧疾，免得过了病期给你，就隔着屏风说话吧。太医院那帮废物，连母后的风寒都治不好。太子也是，母后病了这些日子，竟连1次都没来问候过。风儿是忙，怨不得他。倒是楚家那位嫡女，嫁入东宫后，身子骨似乎也不大好。母后为何突然提起她？前几日本宫见着太子妃，意味深沉。他言语之间可没少向本宫打听你的近况。那孩子是个痴情的，哪怕风儿对他再好，他在东宫也整日郁郁寡欢。说到底，是本宫当年没能撮合你们。
害得你们有缘无分。母后千万别自责。她如今毕竟是你的皇嫂，你若得空去东宫探望一番，也好却她心里的念想，免得她作践自己的身子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定会找机会去东宫开导她。燕池风对你好又如何？毁了容又如何？楚玉宁，你心里装着的果然还是本皇子。既然你念念不忘，本皇子就亲自去东宫会会你。这次毒发竟然这么快就平息了。牙印。主子，您终于醒了，这次多亏了楚小姐。她，于公子都束手无策，小姐只用了一剂药就稳住了您的脉象。她守了您2天2夜，刚刚才睡下。她脸怎么了？这是您毒发时咬的。我竟然咬了他！都睡了1天1夜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吓死我了！于继元说，你开的方子让孤一剂而愈，治标不治本罢了，只是压制了毒素。有没有吃的？我快饿死了。于继元学医近20年，在整个大医数1数2，不知太子妃师从何人，短短几年便能解这弑神之毒。我为了救你，熬了几个通宵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你现在怀疑我？他这种常年处于算计中的人，根本没有心。小姐，那天奴婢质疑您，是奴婢的不对。于公子有了新思路，想请您过去探讨。怎么，遇到难题了，又要装作若无其事继续用我？太子妃娘娘，四皇子递了拜帖，约您明日午后品茶。这时候送拜帖，真是给我当见习第10锤啊！没空。回绝了。小姐，殿下往日疑心的人都是直接丢进慎刑司，您还能走动，说明殿下没有完全怀疑您。我不是观世人因菩萨，我没走，是因为我知道跑不了，我也不想我娘死。你去告诉你家主子，银子、珠宝，我分毫不要。住在东宫的费用，我会还他。主子，楚罗小姐这是要跟您划清界限啊，连小青和白娘子都还给您了。他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？主子，你太过分了！小姐为了救你，差点被您掐死。你说什么？2日前，小姐给您喂水，您突然醒了，掐她脖子。现在小姐脖子上还全是一片青紫呢。我发作时竟然差点杀了他，但迅速用狂暴的怒意来掩饰掀起汗。滚出去！既然跟东宫划清界限，诊妃也分文不取，
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多赚些银子，没收入总不能饿死。你要开店做生意，要不要雇2个伙计？我的店卖的都是毒物，普通人不熟药系容易出差错。咱们先去药房买点东西，再去牙婆那儿买2个粗使丫鬟。好快！在你姑奶奶面前用毒，洛儿，没事，一点鹤顶红罢了。2针强效麻醉药都放不倒，洛儿小心！娘！此人乃木西阁的杀手。楚卫士，为了杀我，你还真是下了血本。纯度极高的见血风头，姑娘，12000两，我全要了。成交。楚洛的事再查，一丝细节都不许放开。楚辞的下落也要查。是。你老冻什么？冬天你不冬眠的吗？卓颖，你去找太子妃，把这蛇丢她附近，别暴露了，让她以为是蛇自己找去的。主子，属下被蛇咬了，叫秦香去。当年我来这里买你哥哥的消息，可惜没有任何结果。2位贵客，不知想买什么样的货？武功高，价格低，要10个。贵客要求好奇怪，请稍等。这位是红鹤山人，前杀手榜前10，没了1只胳膊。这位是个瞎子，用毒高手。你们这里守备防守是不是特别严？暗处的护卫跟不上来。碧斋有4大高手时刻守护。那你稍等我一下。快点，帮我试试他们水平咋样，帮我挑出来最好的4个。可是，夫人，主子可没说。不白让你帮忙，给你小费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小秘密。各位，只要能在他手底下走过10招的，我就买下。我要被群殴了。这个毒逼的不错，瞎子暗器也准。好了，停手。你，还有你，我买了。小青，保护主公！住手！属下尽力了，这4位武功最高。把解药拿来。老弱病残都能跟东宫暗卫打平，要是治好了，战力绝对翻倍。可以便宜点吗？不可以的哦，客人。百宝园出品，不讲价不退换。婴儿，1个人800两。
按胃章解药，10个人8000两，肉痛。你们这儿之前买不到走失孩子的消息，钱交了，消息也打探不到吗？只有客人买不起的消息，买不到，除非有人提前花了10倍大价钱买断。那买断了的消息，还可以再花10倍买下来吗？不能，不过换种问法会有转机。娘，我们可以去问哥哥现在的名字。楚卫是买通杀手，还买通百宝斋买断消息，就这么弄死他，太便宜他了。好重的血腥味。有个人，我是小姐的婢女，她可以作证。你看到小青没？啊！这蛇都能走掉下楼梯。传说中的青氏妖妃大概就长这样。不行，我得跟殿下好好说说，可别被这群江湖人挖了墙角。小店还没开张，萍香姑姑有何贵干？小青想小姐了。你家主子什么意思？怀疑我，现在又把蛇送回来，打算让我放松警惕露马脚。小姐，这奴婢告退。你也走。无关人等走了，说说咱们的事。我名楚洛，在外唤我韩姑娘或主子，成了我的人，包住，每月月银10两，另外包治伤、疗毒。主子此话当真？我这人睚眦必报，最讨厌背叛。为防事主，先把这个吃了。这是什么？盐魂。别动。脉象急乱，体内炎灵发作，又被另一种虎狼之药压制，你活不过1个月了。那又如何？百宝斋给的赠品药能让他活3年，却会榨干他的生命，果然狡猾。你先别吃，其他人过来，我把一下脉。女娃娃，你还会医术？我师从药王谷，10年前中过曼陀罗的毒，还有余毒。你连这都能把出来？一会儿给你开个方子驱毒，顺便把你风湿老寒腿治了。我的腿能根治？能，就是有点疼。过来。脚筋能治，得把脚皮划开，撒药掌合，会很疼。我不怕疼的，不怕疼，姐姐还能帮你治脸，割掉疤痕重新长。要治吗？真的吗？我不怕疼。好，放心，你也能活。你不怕我跑？跑了没药，活不到1个月。吃这瓶药能活3年，跟着我，你能活到老。我中的可是炎灵。炎灵不算什么，我能调理你的身子，再吃我配的药。如果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，我愿意为你卖命，命都给你。我要你命做什么？
保护好我就行。主子有何吩咐？我父亲的正妻买凶杀我，你去楚家将军府，往正门上泼狗血。是。老太太不中用，娘，你跟玉宁再进宫一趟呗，去找皇后。如今父亲脱离将军府，我连楚岭嫡女的名头都没了，那几个死丫头都敢排挤我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后门。这难道将军府闹出人命了？这大宅院的事儿啊，安杂得很。谁干的？夫人，不知啊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闭嘴！都瞎说什么？想进衙门吃牢饭吗？都滚！走，快滚！楚洛，一定是楚洛，他这是吃准了我们不敢冒险，会死了！哥，我们快回去。你傻呀！楚洛现在是太子妃，有东宫暗卫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能在将军府后门无声无息搞出这些，因此东宫暗卫也能无声无息地杀了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进宫找皇后娘娘撑腰。这要新店名，就叫冰姬阁吧。小青的读后劲头也太长了。兰华，你带人去买这些药材，盯紧质量。是，主子。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玉宁，快看，是楚洛和韩姨娘。池灵前几日就想见你，递了拜帖被太子的人拦下，今日可算见到了。他们没拦你，是本宫没时间。他身边定是殷赤峰的眼线，他这是为了不拖累我，故作冷漠，太傻了。不知太子妃何时有空？池林想去东宫拜访。明日吧。疯了吧？跟四皇子眉来眼去的是楚洛那个贱人。傻妹妹，四皇子那是因为喜欢你，哪怕你嫁了人，他还如此惦记着你。我就知道，四皇子哥哥是最爱我的，只要我有了他的圣宠，楚洛算什么东西？娘娘，四皇子说太子妃并未让您同去，他正在挑选明日拜访的衣裳。退下吧。奶娘去见兄弟的妻子还要精心打扮，皇后怕是根本没告诉灵儿太子妃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皇后最近蹊跷，怕是怀孕了。您要争吗？不争。我们必须对皇后绝对忠诚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刚刚的话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小姐，这是我的2位侍女，我之前用剩的教养草，一会儿送到我娘房间里。小姐，东宫的教养草用完了，没毒草怎么行？我去找师兄要。
原来是给这丫头治脸的。我家娘娘身子不适，两位请回吧。方姑姑，楚洛派暗卫去将军府撒泼，我们实在没法子了，求娘娘救命啊！两位不妨去找淑妃。娘娘也怕苦吗？这青果子腌的蜜饯，看着就酸。楚小姐，宫里头想要活长久，可得装瞎子、装聋子、装哑巴。你怎么回事？来了一趟连门都没进去，还被长春宫的嬷嬷警告。皇后娘娘不想见人，你朝我凶什么？行，我的错，还指望你嫁给四皇子帮衬我呢。大局为重。发什么呆？走不走？那个人，宫里有这么好看的人吗？难道是哪个皇子？那就是四皇子。快走，天要冷了。四皇子长得这般惊为天欢。不风，他回来了吗？楚罗小姐刚回，路上遇到木一阁杀手，已击毙。小姐还买了2位女子带回。主子，上面多了几个人，8个以上。不用管。殷池峰这疑心病晚期患者，等治好他的病，我赶紧去药王谷拜师，免得他过河拆桥。脸上的完事儿了，趁麻药劲儿，顺便把脚筋也解决了吧。注意些，千万别让药汁流进嘴里，不然可就半身不遂了。别紧张，这个毒性算小的，习惯就好。毒从来都是用来害人的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？玉宁妹妹定是见我要来，才精心打扮。玉宁妹妹可上了京都美人榜。殷池峰，你怎么在东宫？这里是姑的东宫。四皇兄找姑的太子妃做甚？自是前来拜访。昨夜太子妃辛苦的紧，姑不舍得叫她早起。既然四皇兄来访，姑陪你一起等。小姐，四皇子来了，让他等着。小姐，您猜这是什么？不猜。兰花姐姐，我来助你。行了，你俩先歇会儿。这是殿下命人不远万里加急运回来的法海，小姐定能喜欢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殿下特意寻来送给小姐的。小姐当真不喜欢，那法海只能被丢出去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
殷迟风这个疯子，故意把我扔在外面吹冷风。秦香呢？他要丢法海，中了毒，在休息。你不喜欢？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先去忙吧。这么着急催姑走？四皇子要拜访的人是我，你还疑心个什么鬼？玉宁，玉宁妹妹，别怕，殷迟风嘚瑟不了多久了。他最近杀了许多无辜之人，朝中弹劾的折子堆成山，这东宫很快就要易主了。玉宁妹妹笑什么？笑你蠢，你当真不知我是谁？皇后娘娘竟不同你说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说母后的坏话？是殷迟风逼你这么说的？楚洛，我是被楚雨宁毁了容，冒着欺君之罪被他强迫替嫁的。楚卫士是皇后的人，皇后知道我是楚洛，可她为何不告诉你呢？母后不知道，你休想挑拨离间。不知道？那你知道楚卫士最近竟为何总是去长春宫吗？本皇子不信，今日的话我全都告诉母后。皇后自然不会承认。不过，倘若这件事是真的，皇后有什么用意？她想借刀杀人，利用你跟我看似亲近的关系，激怒殷迟风，杀了我。不可能！他器重你，是想推举你当皇帝，可殷迟风才是他的亲儿子，亲儿子都能不管，何况你？你觉得不可能，可若是万一，他有了别的选择呢？比如，他有了身孕呢？皇后最近一直待在长春宫称病不出，何至于谁都不能见？不可能！主子，韩十一托属下传话，他昨夜再次去将军府泼了血，写了字。楚家老夫人气得请了大夫。干得漂亮，让他小心些，别被抓住了。昨夜主子做的毒药卖了18000两，属下想出宫置办主子吩咐的药材。18000两，珍稀毒草一株就要上万两，还是买不起啊。小姐，淑妃求见。瞌睡来了送枕头，快请。本宫今日来是给太子妃赔罪的。赔礼呢？这琉璃花罾是陛下赏赐的西域贡品，罗汉松和砚台皆是名家大师所用之物。御赐的东西谁敢买卖？盆景和砚台也换不了多少钱，我只缺钱。太子妃不满意？我家主子对这些东西无甚兴趣，如此贵重之物，淑妃娘娘请带回去吧。听闻昨日楚家的嫡女嫡子去淑妃娘娘宫中坐了半个多时辰，不知之前太子妃身边伺候的秦霄哪里去了？淑妃娘娘这是怀疑本宫失宠了。既然淑妃娘娘并非诚心实意，兰华送客。太子妃何必如此生气？不知太子妃如何能消气？10万两。本宫一个月月金才800两，哪里有那么多银两？淑妃没有，可您儿子有。太子殿下，
怎么聊这么久？姑等你好半天了。这人发什么疯？爱妃怎么了？何人惹你不高兴？是本宫送错赔礼，10万两银子，本宫3日内会送。不，15万两。刚刚太子妃不是说10万两吗？只许淑妃娘娘试探出尔反尔，不许本宫反悔。银子不够，金银首饰、古玩作画也行。若凑不够，本宫就以牙还牙，陷害淑妃一次。本宫会尽快凑齐银子的。姑要跟你谈谈。快想想，快把用！15万两，他怎么不去抢？娘娘，干脆1不做2不休。哪怕他死，赔礼也得给东宫送去。太子是警告本宫，楚洛那狐媚手段青涩得很，太子绝不是被美色迷惑，他身上定有太子必须保住的东西。楚洛是不是跟药王谷神医的关门弟子有什么关系？楚洛是不是精通什么罕见技能，或者有什么特殊身份？不会什么，也就是个会绣花的蠢货。对，那贱人窝囊极了，怎么欺负都不会还手。真那么窝囊，能让你们吓得天天进宫避难？一个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牢牢抱住了太子的大腿。这章鱼丸子比不上你做的。你不是想跟我谈谈吗？你很缺银子。怎么，太子殿还能给我发诊费？自然。干什么？我可是太子殿下怀疑的对象。你动手动脚干什么？姑查了你，没查出任何异常。哼，自然没问题。可姑也没查到你所谓的那个教你医术的师傅。师傅是我编的，能查到就怪了，但我绝对没有害他的心思。你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倒是有趣。怀疑你是姑的错，姑给你道歉。你刚刚还在说我身上有疑点，你给我一个痛快行不行？怕什么？就算你真的是细作，杀了姑也不要紧。姑会让你陪着姑到棺材里，生是姑的人，死也是姑的鬼。这变态根本就是个病娇。不过他好像真的没打算杀我。下次你来做这章鱼丸子，一次2000两。好，今天搬回正殿住。我在我娘那里住的挺好。东宫暗探盯着，你想让全天下都知道我们感情不和，借不到姑的事。我今晚搬。这些你带走。无功不受禄，留条命就行。姑让你收着收着就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谁说他叫法海的？难道不喜欢？送我的，名字我来取，我就要叫他许仙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听你的，就叫许仙。姑有楚辞的线索，能帮你找到人。条件？找到了人，就可以更好的拿捏你。无利不起早，
这才是暴君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成交，找到了人，请你吃饭。主子为了抓一个失踪10滴年的人大费周章，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。主子他变了。这全是给我的。震惊。这霸总做派，送钱连眼都不眨，送我就收。太子妃、淑妃娘娘送来的15万两。立刻去购置珍稀草药，玉姬阁准备开业。我的天，这比京都第一美人还要好看！用了店里的药妆，是不是就能跟掌柜一样漂亮？排队领药，再敢乱看，挖了你们的眼！你2刻钟前领过一次，滚！人真多，吵得头疼。干什么毛毛躁躁的？我操！师妹，你这脸……少废话，出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师妹，我爹他来京城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好像很怕你爹。我爹他脾气不好，我之前写信告诉他，已经替他把关门弟子收了。他收到信立马就杀过来了。就是他不信，你这2天得先躲躲。这货也忒不靠谱了。正好前面缺苦力，你来帮忙维持秩序。多谢主子，属下这老寒腿好些年没这么轻松了。底子不错，每天2粒。现在属下可以吃主子的炎灵了吗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你之前吃的毒药快把身子蛀空了，还得再补补。小兔崽子还跟我显摆！这个哥哥在学我。楚家这几日吓得有些麻木，大街小巷有传言，怀疑楚夫人害死过人，猜测是下落不明的韩姨娘。叫韩夫人，我娘已经不是将军府的人了。把这个放楚卫氏的饭菜里，滴2滴就够，然后暂时不用管将军府的事了。是。客人是想要送给新上堂吗？不送，快把东西卖给本公子。不过本公子要你们老板娘出来卖。不好意思，本店为女子用品，只卖女子。这位姑娘，我们张公子想买自己用的，你若做不了主，请你们老板娘出来商议一下。老板娘请不来，请老板行不行？你是谁？玄武大街天子脚下，几位想找事也得掂量自己的斤两。走走走，这家店怕是惹不起。1整天了，1份都没卖出去。明天还送免费的，谁会今天掏钱？吃东西别愁眉苦脸的。哼，我们家太子妃的手艺可是1次2000两呢。吃你的得了，哪儿那么多话？主子吃就得花2000两，暗卫死士却免费。算了，主子的银子进了媳妇儿的夜包，还是主子的。人呢？太子妃的店快开了，
这2天在忙。哼，开什么店？要银子孤有的事。昨日卖了多少？暂时还没卖出去，没人买，却让人全买下了。主子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太子妃若是察觉，怕是会生气。麻烦，那就不让他察觉的买下来。我昨天用了一次，感觉水灵了许多。是呢，我家小姐特地嘱咐我，今儿个一定要早些来。用了之后，这脸蛋儿也没多好嘛。哼，我才用了1次，能有多大变化？当是仙药吗？反正我觉得比红颜阁的好用。主子，刚又来好几个男子来买呢。不卖。死鬼，原来是找狐狸精来了。大家来评评理呀！我家这个天天跑来玄武街，说是逛药妆店，东西呢？你急什么？我在排队给你买呢。我呸！买什么东西得买上3天，谁不知道这玄武街新开的店，老板娘生了副狐狸精的模样。现在尚未开业，是免费送的时候，每日100份，送完为止，自然不好抢。别丢人了！